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Sam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4WD Explore 四驱探险。这一集呢，我将给大家聊一聊关于露营的一些话题。那么，如果你是一个露营的新手呢，这一集呢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那么，如果你是一个有经验的露营者呢，我想分享一下我的露营装备给你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有任何建议和想法呢，也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。如何找到露营地点呢？很多人刚开始的时候呢，也是不是很清楚。但是，其实有几种比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一个在网上查找朋友推荐。那么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呢，我觉得就是买一本合适的露营的书，在上面呢会有比较多的露营地点，而且你省去很多的时间。那么像我在用的这个露营的书呢，就是这个呢，就是我用来露营的时候呢，我经常会带了一本书。因为我是养狗的嘛，所以说我会这个书呢，就是列出了全澳呢，差不多都是可以带狗的地方去露营的地方。大家其实可以看看这里面，其实写的也是非常的详细。包括设施啊，然后呢，这里你看是否需要预约呀？是否需要付钱呢？这个呢就是各种图标，你可以看很清楚的明白呢这个露营地点的一些设施条件，而且呢它每一个州呢都会有一张这样的整个的一个概况地图，每一个点呢都标示着一个露营地点，那么你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露营地点，然后轻松帮你选择吧，省去很多时间。那么如果你经常呢出去那个露营呢，是个露营的热爱者呢，那么买一本这样的书呢，能让你事半功倍。一个很宏观的概念，就是说每个露营点相距多远啊，下一次该去哪里啊？但是如果你是偶尔去呢，我觉得你就直接可以在网上找一些比较流行的露营点，然后去一下就比较好。如果你像我一样呢，经常出去露营的呢，建议还是买一本适合自己的书，这样是最好的。聊完了如何方便找到露营的地点之后呢，我们再聊一聊露营呢你需要带哪些装备。那么首先露营你需要带哪些装备呢？这取决于你选择的露营点。如果呢你去的是 Caravan Park， 就是房车营地的话呢，那里的设施会比较齐全，所以你带的东西也相对简单一些。但是如果你去的像我这样是一个野地，这些野地呢通常不提供这些设施，所以呢你这些东西都必须带齐。去不同的地方呢去露营呢，装备也不一样，到底哪些是必要带的？一个是做饭用的东西，包括炊具啊、锅碗瓢盆，你吃饭的餐具，这一块是一定要带上的。然后呢就是露营用的帐篷，然后防潮垫、睡袋。在野外呢有一个枕头会让你睡觉睡得会非常的舒服。如果你在户外真的忘了带枕头呢，也请不要担心，因为这里有个很简单的方法。那么就是一定会有这么一个袋子，这个袋子其实就是睡袋的那个袋子，因为你睡觉的时候睡袋肯定是拿出来的，这个袋子呢就会空着的。那么你可以把这个袋子呢相当于当一个枕套，把你的衣服叠好之后呢，然后塞进这个袋子里，那么它就可以变成一个临时的枕头。那么虽然说没有那个真正的枕头那么舒服，但是总比没有枕头要强。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说，你有个枕头睡觉呢会更舒服一些。然后呢你把它放进去之后呢，把这个口呢给它扎紧，扎紧了以后呢，当然我这只放了一件衣服，你可以睡觉的时候多放几件，然后把这个给撑起来，然后叠到然后把它放到呢你喜欢的那个高度和舒适程度，然后这样子呢就可以临时当一个枕头睡一晚上，但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
有总比没有强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对吧？除了刚才我说的那几样呢，还有一样最重要的东西，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，就是灯。因为你在晚上露营的时候呢，一定会需要灯，一盏灯呢，对你来说还是非常的重要。那么不管是手提的，像这种的，或者是这种头灯不管怎么样，你是需要一盏的。手机可不可以代替呢？手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代替，但是手机呢使用起来并不方便。手机一个是呢，你必须占用一个手，而且你在实际使用当中呢，你不可以把它很好的放置在一个位置。那么头灯有个好处，可以绑在头上，那么并不占用你的双手，你可以正常做饭或者怎么样都不会耽误。那么这种拎的灯呢，有个什么好处呢？你可以把它挂在帐篷里面，然后你做饭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把它放在桌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其实也是非常方便，因为它亮度可以调。如果你能有第二盏灯，那么我推荐你呢，就直接带一个这种的灯，非常有用的。我一般呢会有防潮垫，像这种的防潮垫呢，它是可以自动自吸式的，相当于呢你用的时候呢，把这个气门打开，它会自动吸气膨胀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不用的时候呢，你要把那个气呢这样子把它排出，排出之后呢，再把这个锁扣给它锁紧扭紧，那么它就可以减小体积，便于收纳。那么还有一种呢，就是这种呢，就是收放起来呢会更快速一些，但是缺点呢就是它收完之后呢，体积会非常大。你看这个厚度还是很厚的，但是这两者呢都能起到很好的防潮作用，因为在户外呢潮气是非常重的。如果你不像我这样呢架着床的话呢，直接睡在地上，潮气会更重。那么防潮垫是一定要有的，否则的话呢，长期睡在这种冰冷地上，首先你晚上就会觉得非常的凉，非常的湿，那么会对你的身体呢造成一定影响。我觉得呢，你可以买自吸式的，但是如果便宜的呢，你也可以买这种的，它们的功能都是一样的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那么关于帐篷呢，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高一点的帐篷，就是有两种吧，基本上就是一个是正常高度的，还有一个呢就是比较矮的，也是非常流行。很多其他人呢，要么用这种正常高度的，要么就是用那种比较矮的，直接躺进去睡觉的。那么这各有优势。这种高的呢，优点呢就在于你人可以站起来，所以说呢这一点是非常方便的，是一个优势。那么相对较矮的那一个，就是人直接躺进去睡觉的那种呢，如果你想在里面换衣服呢，那就比较麻烦，因为你人没有办法站立。这个看个人喜好吧，其实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区别。但对于我来说呢，我比较倾向于这一种的。那么你喜欢哪一种呢？你可以在屏幕下方留言，大家可以讨论讨论。现在呢，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帐篷的材质。什么样的帐篷材质适合你呢？首先，大家看到这个帐篷呢是一个canvas 的材质，它就是帆布的。这种材质呢是比较的耐磨的，而且呢保温性也比较好，保温透气性呢都比较强。如果你是经常出去露营的人呢，我建议呢选择这种材质的帐篷。那么如果你不是经常出去露营的，只是偶尔出去玩一玩，而且不会去那些很冷很偏的地方呢，我觉得呢你只要买一个稍微便宜轻便的帐篷就可以了。像我身后这种材质的帐篷，就是尼龙的那种材质的帐篷呢，它是比较轻便的，而且呢它的耐磨性其实也并不差，价格呢也会相对于比这种canvas 的帐篷呢要便宜很多。所以呢那种帐篷呢就适合呢休闲旅行呢去使用。那么这种呢就比较适合于比较严酷的一些环境，比如说大风非常寒冷的冬天那么这种帐篷呢就非常适合了。大家看我的帐篷里呢也有2个可折叠的床这个呢其实非常方便在野外露营的时候，但是也是因人而异，因为就我情况呢，我有时候会带狗出来，所以说呢这样子呢架上那种折叠床之后呢，人和狗呢可以保持一定距离，这个还是非常好的。
但是适不适合你呢？其实每一个人情况都不一样。它这个体积是很小的，而且折叠呢也比较轻松，几个简单的步骤呢就完成了。把两边这个杠子呢从这地方卸下来之后呢，它的这个床呢就可以折叠了。那么折叠之后，它的体积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。你无论是在哪里露营呢，你不用考虑地面的情况，你可以直接睡在这个床上，会相对更舒服一些。放进袋子里以后呢，也就是这么大的大小。其实我觉得跟那个折叠凳收起来的大小差不太多，只是重量更重一点。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带上这个呢还是非常方便的。做运动这个是早餐做那个 pancake。现在已经加了水，然后加入一定比例的水之后呢，要使劲的摇晃，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在这摇晃的原因了。要摇得很均匀之后呢，就是直接就可以放在那个盘子里可以做了。这个 pancake 呢，做起来是非常方便的，也非常适合在野外露营的时候使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 pancake 呢，原来这个瓶子里面是那个粉末状的，然后呢它这边有一个刻度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这里有个刻度，你只要把水加到这个刻度呢，然后呢，像我这样把它摇晃均匀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放到那个盘子里煎，就可以非常的美味的一个 pancake 就可以出来了。说厨房这套东西吧，厨房呢，你需要一个户外呢，我觉得你需要一个烧水的壶。当然，如果你不用喝热水呢，这个壶还可以烧水，烧出热水以后可以洗脸啊、擦身上啊，也是非常的方便。而且同时你可能还会需要一个桶。如果你在非常野外的情况下呢，这个桶呢是可以直接丢在那个火堆里面加热，这样子呢，你就有一桶热水了。如果你并不是经常去露营的话呢，其实可以买这种简易的，像这种非常容易买到简易的灶台，它用的气罐呢也随处可以买到，在 Bunnings 呢，任何户外店呢都有这个卖。但是这个的缺点呢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抗风性不好，火力有限，而且它只有一个灶台。如果同时需要2个灶台同时使用，比如说你又要烧水又要做饭的时候呢，那么它的工作能力呢就是有限的。像我之前使用的那个呢，就是要自带煤气罐，那么它这个火力会比较强，加热会比较快，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体积比较大，你还要定时去换那个气坛子。所以呢，通常呢我会把这个作为备用，那么那个呢作为主要用途。大家出行的时候带厨具啊什么这些不用多说，不管是一次性的还是反复使用的。但是呢，油呢我建议是带这种喷的油，那种塑料瓶装的那种一壶一壶的油。唯一的缺点呢就是你打开之后呢它会漏，尤其在车里摇晃的时候呢会漏的到处都是，不易清洗。所以用这个呢还是比较方便，也比较容易保存的。使用起来呢就是直接把它喷上去就好了，非常的简单。然后呢，在户外的露营当中呢，你需不需要冰箱呢？我觉得正常来说呢，如果你只是短途的露营呢，是不需要冰箱的。取而代之的，你可以使用 iSkeep， 就是这种小盒子，它也是保温的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把东西放在里面，保鲜呢1-2天是没有问题的。你最多再加上这么一个冰袋或者冰块就好了，不需要买那种冰箱，因为毕竟很贵。
说了这么多呢，还有一些小东西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上。这些东西呢虽然小呢，但是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。比如说，像露营的时候，你需要带这么一把小的锤子。这个锤子呢，就是可以钉上面那些钉子啊什么的，会非常的方便。如果你没有这个的话呢，用脚踩也可以，但是很多地方地面是比较坚固的、坚硬的地面呢，脚踩还是很费力的，所以带上一把小锤子，很方便的。那么在野外呢，你还需要哪些东西呢？如果你不是住房车营地的话呢，你需要生篝火的话，你可能会需要油锯。那么油锯确实很方便啊，在砍这些大的木头的时候呢，效率是非常的高。但是同时呢，我建议你呢，还是再配一把手锯作为备用的锯子，因为油锯呢有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。我觉得一把手锯呢，而且一把小的折叠的手锯呢，还是非常实用的。那么这一把呢是TJM 的，我一直在用这一把作为备用的备用锯吧，折叠的，使用起来非常方便，而且其实很便宜。这把锯子呢也就10几块钱就可以买到，非常的便宜。而且你把它放在车里呢，并不占什么位置。所以建议备把这个锯子。但是如果你没有油锯呢，你直接使用手锯也是可以的。看这个长度的话呢，我觉得这么粗的木头还是可以搞定的，只是要花点时间而已。但是有总比没有强。那么说了这么多呢，还别忘了带上你的手套。手套在野外不光是你使用工具的情况下要使用，而且很多其他情况，比如说救援呢，你也会使用手套。所以呢，在野外呢，手套非常重要。这里呢，手套有2种，那一种是这种普通的手套。如果你经常需要生篝火的话呢，那么这个手套呢，就是另外一种手套，就是焊接手套。这个手套呢是可以防很高温度的，大概查一下，应该是700、800度是没有问题的。拿这个手套去生火呢，会相对比较安全一些，可以防烫、防灼伤。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吧。如果呢在介绍当中有什么遗漏的呢，也欢迎大家在屏幕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有任何建议和想法呢，欢迎提出意见来我会认真阅读你们每一条的留言。感谢你收看这一集的 4WD Explore 4驱探险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别忘了订阅哦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订阅我的 Instagram 或者新浪微博，搜索 4WD Explore 4驱探险就可以找到我们了。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